是难杀呀！一群蝼蚁，本该藏在暗沟里蜷着过完一生，却偏要钻出来，惹本座不痛快。你们本该是本座一脚就能碾死的东西，竟苟延残喘的活到了现在。今日不将你们扒皮抽筋、尸骨烂肉，如何能泄本座心头之恨？我原本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但我一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存在，就好比阴沟里的蛆虫，看着就恶心。你不死，我怎能甘心？看看你这副狼狈的模样，本该是最强大的战鬼人，你却非要当人，放弃了力量，将自己逼到这种境界，受制于人。失去力量的感觉如何？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陆千桥，你就是个废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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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小郎君这么急着见我，是不是想我啦？我朋友在哪儿？朋友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还只是你的朋友？他到底在哪儿？想见他，跟我来吧。夏玄子毕竟是洞虚境成名已久的用蛊宗师，即便你们两位元婴死战，也于事无补。这位姑娘连中10蛊、验血、猛冲3种蛊毒，按理说活不到现在，可我发现她体内有一种奇异的力量，护住最后的生机。我用聚灵果为主药，辅以神仙草、红绒灯、穿心莲，还有苦地丁，为他驱蛊解毒。就在昨日，已经驱除了他体内的蛊虫。只要再驱除余毒，很快就会清醒。尸蛊和梦冲2种毒一起，但是验血会吸附血络经脉，用苦地丁根本不可能全部驱除。苦地丁药性又刚又猛，这位姑娘伤势过重，如果用药不当，会适得其反呢。所以，要用无根果代替，磨粉入水，水温热而不沸。想不到这位小兄弟也是精通药理之人呐。多谢阁下救了我们。客气了。这夏玄子号称是天下第一用蛊宗师，能够驱除他下的蛊毒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桩乐事。不知阁下是谁？青红教教主福天。请。你说这里是青红教？没错。当我刚刚经过的时候，看到了很多工匠。你应该知道北乡生产纸啊。知道。我们的纸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们生产的纸质薄而均匀，洁白如羊脂玉，细柔绵密，防虫耐热，琢磨鲜明，吸水而易干，不易变色，在市面上销售的也很好。造纸？这儿不是青红教吗？青红教也要吃喝啊。如果没有产业，没有进项，那我们怎么活呀？我很清楚你有些想法，你与我教的恩怨，我也略知一二。可想制止，我也是有心无力呀。你是教主，有心无力？是。如果没有控制教众的能力，即便是教主，也只是个称呼罢了。每股势力在发展当中，多少都会有些偏差。本教少数的法王还有坛主，就极力反对我与人为善的支教理念，
蛊惑较重，哼，摆脱了我的节制。那碧水分坛，你怎么解释？碧水坛主还有阿鬼，都是他们的人。可如果这次不是2位护法和几位法王金刚的拥护，我也守不住这纸坊，更守不住我教的财源进项，恐怕连我的称呼也会换人了。倘若我教众志成城，齐心协力，仙门中人怎敢如此越境来犯？烧了我教经营多年的4合书库，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，千年古籍毁于一旦，也只来得及救你，还有那位姑娘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叫梅山君，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这里埋的都是无双会的人，我们没有他们的名字，因此也没给他们树碑。这里埋的是一位姑娘，20多岁，看上去有点俊俏，持着一把刀，连同这把刀一起埋了。我见到太史前他们了。青红教收了他们的尸骨，为他们立碑建坟，就建在纸坊的后面。等你醒过来，我带你一起去给他们上香。我发现青红教有一些残存的无双秘录雕版，福天说明天会去仓库帮我找一找。如果梅山君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西梅，快点醒过来吧。喝酒吗？喝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陆千桥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呀？你找我，如果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废话，那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开玩笑的。真生气了？这么大一个青红教，就没有人能陪你说说话吗？以前是有的，只不过被中原仙门给杀害了。抱歉啊。没什么，我仇家多，总是恨来恨去的，有人帮我翻翻旧账也挺好的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等西梅醒过来，我就带她离开这儿。去哪儿？
回中原。想家了。我没有家。好巧，我也没有家。我们连身世都这么相配，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陆千桥，你还记得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我记得，我的家有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，就像这个一样。哪里不都是这样的月亮吗？不一样，我家的月亮格外的亮，就算不点燃烛火，也能看清整座村庄。我记得，我躺在草地上，风吹过我的指尖，是清甜又芬芳的。我家的花是红色的，热热闹闹的，开满了整片山坡。抬眼望天的时候，只见海浪在天边翻涌，碧绿无垠。陆千桥，你知道那是哪儿吗？那是你的家乡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也对，连我自己都忘了，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差点忘了正事，走，带你去看场热闹。爱情。